天的 WWDC， 大家有没有看？哎呀，弄点 AI 意思意思得了。Siri AI and the other new Apple Intelligence feature will not be available while we work. 苹果完完全全没有剧透折叠屏的意思，到时候把货端出来，你们不就知道啦？哎，我偏不。作为 iPad、iPhone 老用户 ，Vision Pro 加价购买并持有者，还用了几个月的 Pura X Max， 哎，酷可不说的，我来说。结合现在网上懂个大牛们的剧透，感觉苹果这个未来折叠屏的蓝图已经有不少苗头可以聊聊了。我今天试着推测一下它的体验会如何，包括软件适配咋样，这种比例的折叠屏用起来会如何，还有果子的各种最新泄露。看完之后，你可以决定一下，到底还要不要等这个可能是苹果史上最贵的手机。首先给大家把最基本的概念建立起来。其实果子为了这一台机子已经准备了很多东西了。你看堆叠这块 ，iPhone Air 已经来探索了。屏幕的比例其实和 iPad 是类似的，所以呢，咱们适配和交互都可以参考一下平板。形态是扩折叠，这 3D 打印的模型都已经出来好久了呀。里面呢，苹果折叠屏会用上 A20 Pro， 台积电2纳米工艺，考虑到3纳米工艺已经卡了3年了，用上2纳米，这一代的性能功耗体验肯定不会差。折叠屏将会采用 Touch ID， 那这样的话，正面应该就是打孔屏了。摄像头组合呢，大概率还是主摄再加一个超广的组合，没有长焦，致敬 iPhone 标准版的手势，但价格至少也得是3台标准版。有个我最没有想到的设计是它的音量键居然放在顶部而不是侧面，据说呢是为了避免主板和按键之间走线过长。我只能说你最好是交互上面能整出点活来哈，比如说滑动电源调音量之类的，不然这个设计真的太扯了。而这一切为了号称有史以来最大的 iPhone 电池，虽然说 iPhone 上面最大的电池记录貌似有点容易超过，你过来呀！好，那是不是有点期待了？好不容易苹果搞出来点新东西，但大家最关心的肯定还是这一块屏幕，或者说这2块屏幕。首先，这个外屏比例接近根号2:1，内屏比例则大概是4:3。不过要说最完整的，我们现在能够摸到的实际，不是这个啊，而是这一个。众所周知，果子的机模可以直接放进 Pura X Max 的盒子里面，所以弄清楚华为扩折叠，你就知道苹果折叠屏用起来是什么体验了。从它发布以来，我已经揣着用了2个月了，确实这个比例很有意思。最大的优势是看视频的体验遥遥领先，尤其是我在电梯里面人挤人的时候，这个外屏短短的比例握起来就贼有安全感，而且视频内容还巨大巨全屏，内屏就是没有话讲了，完全就是小平板来的，扬声器也不是一般直屏能够碰瓷的。甚至游戏只要是有适配的，排版也会舒服不少。但是作为一个短短胖胖的手机，那肯定也是有缺点的。就比如说信息流的软件就不太适合它刷，像是微博，基本上就只能看到1条；小红书不展开呢，1张大图。而且外屏比大多数的手机都要宽，刚上手会有点不习惯。所以这里我要给出第一个建议了：如果你很重视刷信息流的体验，那可能苹果折叠屏的体验并不能让你满意。但在影音效果这一块，甚至刷抖音之类的体验，那绝对是降维打击级别的。带着用 Pura X Max 的经验，我们回到苹果这个适配问题啊。有些人说新的 Mac 头屏可以调整比例了，很帅啊，可以用 Mac 头屏调比例来模拟折叠屏比例。是不是有点想复杂了呢？这不就是 iPad 的比例吗？内屏4:3，这不就是13英寸 iPad？ 外屏差不多是根号2:1，那不就是11英寸的 iPad？ 那不就意味着不管横竖啊，应用照搬过来就可以了？这简直就在作弊啊！难道这就是果子选这个比例的原因？压根儿就不需要重新适配。哇哦！其实也没有那么乐观。为了提前预测苹果折叠屏的适配情况，我们对着 iPad 适配现状来好好看一看哈。iPad 上面有现成优化的，到时候表现不可能差。iPad 上面适配翻车的 iPadOS 至今7年了都没有磨平的棱角，折叠屏也解决不好。来，我这里放2台平板，这个对应的是折叠的比例，那这个呢对应的是展开的比例。来看一下这些软件的适配，我们分成几类来看哈。适配比较积极的应用，比如说系统应用、小红书，还有大部分的视频软件，横竖切换适配将会非常的惊艳。这里还有个冷知识 ，B 站其实早就合二为一了，平板上面也不需要装 HD 就可以直接用。还有多少人在用 HD 版呢？我试了一下视频软件 ，B 站、腾讯视频、优酷、红果都是没有问题的，可以支持横竖切换，自由调整比例。但是芒果 TV、咪咕视频、爱奇艺这种就还是老样子，不能调比例，也不支持横竖切换，又是打算最后牙烧是吧？系统应用完全不会有任何的问题，横着、竖着都可以高效利用空间。用过 iPad 的小伙伴可以拿起你们的平板，看一下这几个细节。竖起来的时候，侧边栏收起来；横着用，侧边栏就会展示出来。菜单的位置也会跟着调到顺手的位置。
感觉华为的适配还是奇高一招啊！它不仅是这个横竖屏有切换，它这个左右手也能切换。你看现在我是左手在刷，我先换到右手，哎，它这个菜单栏就跑到右边来了。你说苹果能不能把这个也学了？而且你看它来电话的时候，哪个折叠屏用户看了不想要啊？ Nice。另一种呢，就是有点适配，但不多。代表作就是淘宝这种，你说适配了吗？哎，有点适配，但稍微操作一下就露馅了。一个大图真说不了好用吧？还有最倔的顽固派代表作12306携程之类的。你看这里菜单在顶上，勉勉强强用。还有更重量级的菜鸟。你告诉我该看什么？怎么做到应用上架了？开发者自己都不试用一下的呀？烦死了！而且我估计苹果折叠屏会照搬 iPad 上面的小窗交互，因为它不同组件也是会跟随窗口比例调整位置的，这跟系统强制的比例可不太一样啊。这意味着，如果开发者完全遵守开发规范，比例的切换简直就像是呼吸一样轻松。但不听话的应用，强如苹果也是没招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个小细节，现在几乎所有的折叠屏内屏都不做单手模式，但这本质上还是个手机啊，即便是内屏也经常单手用的呀。所以说，如果苹果真留下了单手模式，我一定吹爆，好吧？有没有好心人帮我去艾特一下库克？我真的很怕苹果折叠屏做漏了。Only Apple can do. 好，那感觉聊到这里其实也就差不多了。预计这一台折叠屏会和 iPhone 18 Pro Max 同期上市，到时候就像 iPhone X 和 iPhone 8一样，同一代双机型，价格一个旗舰，一个更旗舰。大家按需选择，你们觉得苹果折叠屏大概会卖多少钱呢？把你们的预测打在公屏上。最后，我给大家定制了几个最新款的机模，颜色呢，我选用的是最近3代旗舰 iPhone 的配色。我会在这一条视频的评论区找几个踊跃互动的小伙伴，随机送出去。在正式发售之前，大家拿着把玩过瘾哈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